大家好，我是全爸。那这次 S3 的平衡修正呢，以及系统的改动，我先讲一些我比较知道的心得，就是已经在实战上面我感受到的，知道多少我讲多少，所以这个是我实战的部分。当然那些什么共同改动呢，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，那就不再去一直重复别人都已经发出来的东西。我们来讲一些就是这个修正下面到底它在实战上面有什么好处。那共同改动下中脚的部分，因为下中脚现在如果你连段是用这个开头的话呢，就会补正 20%。像下中手跟下中脚刚还是一样。那如果你是用下中手来去做连段的话，像现在这个情况2620跟下中脚开头去做的，变成2320。这个补正是有差别的，但假设你是第二下的话，就没这个影响。例如这样子是2665，然后你一样会是2665。所以说关键就在于你的下中脚是第几下达到的。如果它是开头第一下开始做连段的话，它就会补正20%。就你今天是在做一个硬上的强者，当对方如果可能会躲抓的时候，这样子就是2620。可是如果你这个地方选择了用，然后打到的话，就会有补正。大家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下中脚会导致你的伤害变低。那这个是因为这是共同的改动，因为parry的机制要让对手去猜测说你是出上段还是下段。可是老伤本身呢，却又有一个这次强化的下脚3下，除了各种压制以外，其实它在这边有达到一个效果，就是同样我们要主整要后走，对方如果是要后走的时候呢，你这边是折不到人的。那过往是要用下中脚，可是如果是下中脚的话，伤害就会有正。那这边的话，老伤就有它的一个好处，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不用补正了。看看，这样子这感觉就很明显啦。那这个下脚是不是就我们要舍弃呢？也不是，因为它毕竟它的距离比较长，而且呢挡住的时候它是有利的，它还是有它的用处在。假设我们现在是被挡住，我们只有正一而已。正一的情况下，对手是可以点掉我们的摔，这样子就被点掉了。那如果你一样是用旧的，它就没，这就形成了真的强者。再来是它毕竟比较远，我们在这边是碰不到对手的，但是在你中脚可以踢得到，因此在力回时候它又有它的必要性。例如是最典型的绿冲强者，过去我们都会用中手，但是现在因为如果对手是在站姿的情况下跟你力回，其大概率的他这时候按 parry 都是站姿 parry， 对吧？都是压的后 parry， 一边后走，然后一边看你的动作 parry 你，那你的中手就会很容易被完美劈，因此我们就需要下段选。同时呢，在这里 PP 在取消以后呢，会加快它的第二下，也就是手会提早会加快的张开来。但在间断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可以用 TC， 中手还有 TC 可以使用。那下中脚则是3MP 是摸不到人的，但是它很轻脚的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稳定一段，可以选择这个。然后假设对手拦截我们绿冲失败的时候呢，总是会打到康，或者是
你很运气很好，对手乱动，甚至你是直接当做是插盒使用，就是你逮住了对方红灰的破绽，然后闯进去打到康等等这种情况，中手却可以3MP， 对吧？但是有时候难免距离很尴尬，所以最保险方式是 PC。那如果动刚好很暧昧呢？这种位置的话，其实我们可以选择2MP 看看，然后再加上这一次的强化 ，EP 会稳定的打到，也一样可以形成连段。同样的这个情况拿来到下中角，也是成立的哦。这就是这个 PP 改动的好处。另外，当你想要插合对手的时候，它也有它的效果。插合对手的时候，当然远距离我们没什么好说的，就如过往一样。可是如果今天是很近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可以尝试省一点，直接 ODPP。虽然伤害比较低，可是我们可以比较看看。这样子你花了3格气以后不好追，甚至你要在绿冲再印上去，那你就要花了4格气了。可是如果是这个呢 ，ODPP 的话呢，我们花了3格气就可以追上去了，而且它有力符还比原本 PP 结尾的还要多，甚至你距离感很有自信，抓得很准的话，你也可以用 PP， 然后把它印上。最后，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老伤确反的效果不好的时候，例如很多角色的下重角，因为距离的关系，那有时候难免的就是我们得不到好的回馈，回馈有限，对吧？那这时候呢，过去我们会选择这样子，但是这个也很花资源。现在可以这样子节省了1颗气，那它也可以做出一些陷阱插合。它可以让我们更有机会节省资源。当然，如果要 PP 的话，是必须这种很近的情况下才有机会。大部分的时候，你有可能都是会落空的。大部分如果你在稍微有点位置、有点距离的情况下呢，其实你 PP 是很容易回空的。因此，这个时候 ODPP 就会比较稳定一点。但是 PP 毕竟是要很近才可以的。如果我们今天还没走进去的话呢，单纯在场中立回的时候，其实你 PP 是很容易落空的。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建议是，如果你不是贴到很近的情况下，对距离感没有把握的话呢，可以尝试先从 ODPP 开始。它的范围会更大。当然，我们就是在除了这个过去我们用绿冲的这个 P 的方式以外呢，又多了一些选择去节省资源。所以说，今天如果我们可以用比较省气的方式，把对方给慢慢的压到角落去，那就可以做了很多的事情。
我搞错了。耶！成功！耶！有有没有？影片结束喽，谢谢你看我的影片，希望你还喜欢，下次见喽。